阿尼亚的成绩到底有多差？所有成绩全都是个位数，考得最好的居然是7分的数学。老父亲黄昏头都大了，一把逮住想要逃跑的阿尼亚，逼他学习。想要参加目标任务所在的联谊会，阿尼亚就必须考出好成绩，成为皇帝的学徒。然而阿尼亚现在的成绩差成这样，拿到星星简直难如登天。不过黄昏不知道的是，阿尼亚这次考试这么差，是因为读心作弊读错了答案。他决定今后花时间去调查班上同学各自擅长的科目，考试时找准目标读心作弊，绝对能得满分。黄昏此时想的同样是作弊，通过做手脚把阿尼亚考试成绩改为满分很简单，但是如果突然考出高分，只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，要是被朋友疏远，还会影响他学习的能力。阿尼亚一听这个，也熄了作弊考满分的心思。见阿尼亚心情低落，黄昏决定让阿尼亚转换一下心情，干点别的。但谁能想到阿尼亚干啥不行，画一团糟，拉琴像剧情，跳绳都能把自己捆一起。黄昏赶紧让自己冷静，必须要仔细观察，发现阿尼亚的优点，而且任务目标也不会立刻行动。但一想到总部让他4个月就拿满8颗星星，黄昏的脑壳又开始疼了。还好除了学习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星星的途径，那就是社会贡献。于是黄昏带着阿尼亚来医院当志愿者，长期从事支援工作或救人和协助抓捕罪犯都能获得星星，就算拿不到星星，也能培养一下阿尼亚的社会贡献。但黄昏万万没想到，阿尼亚是真干啥不行，打扫房间摔碎花瓶，整理图书馆看漫画，端饭都能撒一地，最后打杂做腻了，非要跑手术室给医生递刀子。忍无可忍的院长直接把2人赶了出去。通过社会贡献获得星星的途径也不行，黄昏感到希望渺茫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个腿上有伤的男孩不小心摔进了附近泳池里，无法张嘴呼救，眼看就要淹死，而周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。男孩的求救声被阿尼亚捕捉，但又怕自己说出来会被黄昏怀疑会读心，只好借口想游泳朝着泳池跑去。找到人之后，二话不说跳下了水。然而他的水性也没有多好，人还没救上来，自己也差点溺水。还好黄昏眼疾手快，把2个孩子一起提了上来。因为溺水反应，小孩子在溺水的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，如果不是阿尼亚发现的及时，男孩真的会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溺亡。而阿尼亚救人有功，被学校颁发了星星作为奖励。黄昏揉着阿尼亚的脑袋，自豪不已。阿尼亚用自己的力量帮到了别人。不过幼儿妈妈的做饭奖励还是免了。阿尼亚距离成为优等生还有7星，距离被开除还有7雷，大家的尊敬度加100。黄昏伪装成老爷爷，在地铁站和管理员接头。阿尼亚自己能得到星星，就不用其他特工自动自导自演了。最近几家和戴斯蒙德相关的企业可疑资金流动增加，必须要尽快和戴斯蒙德接触。管理员提出可以奖励阿尼亚，提升他的动力。得到星星之后，阿尼亚整个人都嘚瑟了起来，非让贝基叫他星光阿尼亚。因为是年级第1个获得星星的人，阿尼亚成为了大家的焦点。贝基为阿尼亚感到开心，觉得他一定能交到很多好朋友。一想到达米安会对自己刮目相看，甚至邀请他去自己家玩，阿尼亚就兴奋不已。结果达米安还是那股拽上天的样子，世界再次陷入危机。而且学校里也不全是羡慕和敬仰阿尼亚的孩子，有的觉得阿尼亚肯定是使了什么手段，或者给学校塞钱了。却没想到这时达米安却为阿尼亚说话了。达米安虽然不甘心被抢先，但阿尼亚确实是堂堂正正得来的星星，这也让阿尼亚对达米安的改观了不少。午餐的时候，贝基问阿尼亚想没想好要什么奖励。他考试考得好的时候，家里就会给他买很多奖励，什么房子、飞机、坦克。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快乐。而阿尼亚最大的愿望只是想要1年份的花生。贝基说，最让他高兴的奖励是一只狗狗，正好达米安的家里也有狗。于是阿尼亚计划着进行狗狗联谊，让世界变得和平。回家就和黄昏说了这件事。不过黄昏和约尔考虑的都是凶猛的大狗，一个想要狗看家，一个怕闺女被狗咬死。阿尼亚害怕极了，他只是想要一条可爱的小狗而已啊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家关满了狗的房间里，一只黑爪爪的大白狗似乎预知到了和佛杰一家的相遇。